可能大家也听过这样的命题，那就是如果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这个伟大的命题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2000年的那届春晚，暴露年龄了。而当时的回应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但是真正的问题来了，那就是为什么家里会有一头大象呢？其实大家对比自己的生活，认真思考一下，这头大象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无用却无法丢弃的事物具象的形容。比如在超市大减价的时候，比如618、双11这些人造节日大促销的时候，比如在进入免税店或者零食铺的时候，许多人都会购买大量的生活用品、化妆品或者零食。虽然他们其实并不需要囤起来慢慢用，还可以省下不少钱，这就是很多人的心理。但是这真的是既实惠又省钱的方式吗？有多少次你买的那些面膜还没有用完，就已经过了保质期，或者是买了同款的口红，刚刚用完第一支，另外2支就已经找不到了。不仅如此，这些囤积起来的东西往往占据了我们生活中巨大的空间。当你发现自己身边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的品质正在越来越低。我们也许要想清楚，我们到底想成为生活的主人，还是生活的奴隶？想要做生活的主人，就要勇敢的学会断舍离。所谓的断舍离，分别类，不购买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没用的东西，脱离对物质的执念。当然，断舍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我自己的衣柜里就有很多已经多年没有穿过的衣服，但是我总是安慰自己说，总会有合适的时候穿的，或者是如果再瘦几斤就可以穿进去了。但是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而我的衣柜也常常因为挤了更多的衣服，而当我想找某一件的时候根本找不到。当然，有些人的情况可能比我的境遇更加夸张，他们会囤积吃过的披萨盒子、用过的纸箱、废旧的报纸、泡沫板破烂的衣服鞋子。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他们已经得了一种强迫性囤积症的心理病，俗称囤积狂。美国有一个纪录片叫做《无法停止》，他们追踪记录了几个不停添置新东西，同时也不舍得扔掉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其中就有一名女子，她的囤积症几乎到了绝症的地步。她的家表面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当你打开门，你会看到令人震惊的景象。她的囤积症已经不仅仅是囤积货物了，她甚至囤积垃圾和腐败的食品。在她的家中，我们看到了满屋子的废物。她几年当中从不丢垃圾，不打扫卫生，把所有的脏东西都囤积在房间里，于是他的屋子害虫成灾，爬满了蟑螂和老鼠。他没有地方睡觉，只能窝在仅有的一小块没有存放垃圾的床沿边。当然，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有囤积症，他也从来不请任何人来家中做客，连他的儿子也不知道。焦虑就是面对变化多端的世界，无章可循，自己想要去闯荡世界，又害怕犯错。天哪，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人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和生存下去的。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这位主人公可能已经到达了心理障碍的层面，需要心理干预了。但是在他的生活中，我们会注意到3个关键词：焦虑、恐惧和习得性无助。什么是焦虑？焦虑就是面对变化多端的世界，无章可循，自己想要去闯荡世界，又害怕犯错，想要主动的选择，却又感到迷茫。如果一个人持续的生活在焦虑当中，焦虑便逐渐的衍生出另外一个情绪，那就是恐惧。你看过电影《重返地球》吗？当中威尔史密斯所饰演的那位父亲对儿子说的话，你必须意识到恐惧不是真实的，恐惧是对未来的一种自我暗示。虽然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恐惧与否是你的选择。
而习得性无助是美国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我们对于能力和控制的知觉是从经验中习得的。比如说，在笼子当中关着一只小狗，如果每一次小狗试图出笼子门的时候都会遭受电击，那么它就会习惯性地蜷缩在笼子里，即使当笼门打开的时候，它也不会选择走出去。马丁·塞利格曼解释说，当一个人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遭受多次的失败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停止这种尝试，而如果这种情形出现的太过频繁，这个人就会把这种控制缺失的知觉泛化到所有的情境中，甚至泛化到实际上他能够控制的情境中。于是他开始感到自己像一颗命运的棋子，任人摆布，无助而忧郁。塞利格曼把这样的忧郁产生的原因称为习得性无助。不过，就像任何一个硬币都有两面，既然有一面是习得性的无助，另外一面就是习得性的有助，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练习实践，逐渐的学习，去改变并且掌控自己的环境。那么来说说如何学会断舍离吧。其实也很简单，就像如何把大象塞进冰箱，总共有3步。第一步，从哪里开始扔？断舍离认为堆满东西的房间就好像是在大海里溺水的状态一样，我们要找到一个和陆地相连的地方，无论那个地方有多小。想要把整个溺水的房子都抢救出来，或许会很难，但是如果只是集中突破其中的某一个部分，那情况就另当别论了。第二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扔？很多人都会在脑海中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要清理生活，必须要留出大块的时间才行，而断舍离却认为，唯有根据此刻能够挤出的时间，才能够计算出要收拾的场所。你今天能把多少时间花在断舍离上？是半天、1个小时，还是15分钟？从能够付出的时间出发，找出今天想要进行断舍离的场所，即便只是一个抽屉也无所谓。第3步就是在断舍离的时候，要把对不起、谢谢表达出来，跟那些你扔掉的东西好好的做一个告别，可以让你更快的从扔东西的内疚中走出来。你该对那些一直以来你非常珍惜的使用着如今却不得不扔掉的东西说一声谢谢，更该对那些你完全没有用到，如今要把它们送去更需要他们地方的东西说一句对不起。当然，断舍离也不是要大家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扔一气，而是要有效的利用资源，所以不妨碍把那些你用不上的东西送去给那些恰恰需要的人的手中。当你把东西送给别人的时候，请不要说哎，给你这种盛气凌人的字眼，谁听了都不会舒服。你要说的是，这东西放在我这儿也没有办法物尽其用，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所以能不能请你收下？当然还有一句话也很重要，那就是如果你也不需要的话，别想太多，就把它扔掉或者再送人吧。像不给对方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应该也是断舍离应该遵循的准则，当然也是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礼仪。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我们说的头头是道，但是落到实处的时候，总会以各种理由来拖延，最后用最狼狈的姿态摔到坑里，脸上还一副无辜的表情，似乎以为借此就可以获得原谅和同情了。因为害怕孤独，不会甚至不想断舍离，这样忘记生命本质，常常会得到讽刺的人生越是囤积越感到孤独。表面看，断舍离是一种家居整理收纳术，从深层来看，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1845年，美国著名学者梭罗只带了一把斧头，到瓦尔登湖边建了一间小木屋，独居了2年2个月02天，写了一本书，叫做《瓦尔登湖》，以验证他所悟出的人生真谛。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生活所需，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
体验结果。正如他所说，一个人放下的越多，越富有，将该扔的扔掉，该送的送走，勇敢面对生活，不要做被生活驾驭的奴隶，学会断舍离，享受生活，拥抱情感。杨澜说，所推送文章，除非确实无法确认，蓝晓生都会注明作者和来源，部分文章推送是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问题，烦请原作者联系我们，与您共同协商解决。畅谈今日话题，请你有囤积症吗？请留言给我们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